非有消息，澳航集团计划于月底前清退所有的波音717飞机。它曾经拥有过20架波音717，现在还有2架在使用。前几天咱们讨论过空客最失败机型的话题，要说起波音7系列民航飞机最失败的型号，恐怕要非波音717莫属了。总共仅生产了156架，而它的兄弟伙们个个都突破了1000架。波音717它本是麦道公司的麦道95，往根上说也就是著名的道格拉斯 DC9， 与中国的 ARJ21 师出同门。有飞友开玩笑说波音717是 ARJ21 的舅舅。波音717一般载客110人，比波音737略小。它在麦道旗下与麦道82等的通用性很好，但是变更为波音717之后就显得不伦不类。澳航的波音717是由它旗下的澳航快运打理，在清退之后，它将使用空客 A220-300 代替。澳航快运从2023年底开始引进空客 A220-300， 配置了137座，适合地广人稀的国内支线市场。现在它已经接收了4架 A220-300， 估计最终将达到29架。空客 A220-300 原本是加拿大庞巴迪的 C 系列，在过继给空客之后，因为可以与 A320 系列实现部分通用，使用成本大大降低，未来可能占据大部分的支线市场。与之相比，八航工业的12G 系列等喷气支线客机的前途都变得黯淡无光。波音717于2006年停产，有些机龄还没有超过20年。欧美国家很多会将民航客机使用到35年左右，所以波音717们还有较长的剩余寿命。波音717坚固耐用，事实上夏威夷航空喜欢波音717就是因为它的坚固耐用。这款飞机本来就是为频繁起降而设计的，它的起落架低矮，自带登机梯，快速过站能力极为的优秀。夏威夷航空将它用于跳岛飞行，也就是在瓦胡岛、靠爱岛、毛伊岛等大岛之间穿梭，航程经常只要30分钟。有人统计说，如果是按起降次数计算的话，夏威夷航空的波音717全球最忙，高达每天16个起落，甚至连波音自家的主力波音737都撑不住。朋友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，可能知道有架波音737-200曾经敞篷飞行过，就是因为在跳岛飞行时起落太频繁，发生机体疲劳，最终断裂导致的。但是波音717也有一些弊端，虽然它的技术并不老旧，也使用了电传操纵，仪表也是液晶显示，而且发动机经过降噪之后声音也不算特别大。但关键问题是它是从 DC9 演变而来，与波音家的产品不是同一门路，因此备件通用性很差，如果不是大规模应用的话，维修保养的成本比较高。目前夏威夷航空还有19架波音717，达美航空还有88架，他俩是波音717的最后2个用户，估计会用到2030年前后退役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，下期见。